死赔钱货，剥个皮都剥不好，捡起来给我吃了。季林月正指着冉冉的鼻子骂：怎么，陵园香没教过你规矩，捡起来吞下去，别在那装可怜。这是我重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，霎时怒气直冲天灵盖。我疾步走过去，端起一整盘荔枝恨恨砸在他脸上，然后扯着他头发就要把他拖出门外。季林月疼得又哭又叫。萧明晨闻声从厨房飞奔出来，手忙脚乱地将我们分开，然后将季林月拉到身后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泼妇，月月正怀着孕呢，你怎么能这样欺负她？看着他身上不合身的围裙，我冷冷一笑：他欺负我女儿，我没对着他肚子一拳已经够意思了。怎么，你这个为爱洗手做羹汤的男人，想要为他报仇？说完，我也拉过女儿护在身后，拿起桌上的烟灰缸，戒备地对准她。这都是上一世在公共避难所练就的防卫本领，前世的记忆像冰冷的铁锈，瞬间刺穿我的大脑。避难所里，季林月也是这样，她一边嚼着萧明晨抢回来的最后一块饼干，一边把发高烧的冉冉推到冰冷的门外。明晨，这孩子命硬，少吃一口，动一下死不了，别让他把病气传给我。萧明晨点头哈腰，听月月的，冉冉乖，去外面带着，别惹你月月阿姨不开心。我回过神来，这辈子我再也不会忍让。萧明晨当场气结，对着我一阵你，过了好半晌才斜睨我一眼，威胁道：林元香，既然你这么不可理喻，我看你跟冉冉也就没有必要去我家的地下冰窖避难了。说完，他和季林月对视一眼，两人眼中尽是洋洋得意。高温末世，人人都在找避难的地方。很幸运，萧明晨祖上在他深山里曾挖掘到一个天然地下冰窖，冬暖夏凉，里面的温度可以跟外面相差20几度。只要物资准备的充分，熬过末世是妥妥没问题。要是换做上一世的我，听了萧明晨如此有恃无恐的话，一定会委曲求全，求萧明晨原谅，然后在他的颐指气使中卑微的照顾孕期的季林月。可最后我得到了什么？是他故意把女儿从楼梯推下，趁着我在医院看护女儿的时间，带着季林月搬空我辛苦囤积地物资，甜甜蜜蜜自驾去了地下冰窖避难。是我和女儿费尽心思在公共避难所求生，最后被众人分食。是女儿满身是血，撕心裂肺向他求救，他却只顾着陪季林月吃火锅，笑着让我们再等等。所以萧明晨说的这句话绝不是恐吓，而是他打心里就根本没想带上我和女儿去避难。那么这次我毫不犹豫对他竖起了中指，不屑道：一个破冰窖你当老娘稀罕，现在立马给老娘去民政局离婚。萧明晨当然不舍得离婚，毕竟我跟他有婚前协议，这别墅、公司以及我婚后所有赚的钱都跟他无关。当年他被季林月抛弃，心灰意冷接受家里的安排跟我联姻，但这些年他们分分合合，纠缠不清。萧明晨根本无心打理公司，萧氏早就被他败得差不多了，他只能牢牢抓住我。萧明晨眼见低声下气跟我道歉，我不买账，转身就给了季林月一巴掌。老婆，消气了没？都是这件人不好，我这就带着他滚远一点。说着欲盖弥彰般快速拉着敢怒不敢言的季林月躲进了客房，房门砰地关上，隔绝了那对狗男女的声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看向角落里的女儿，正想冲过去抱住她安慰，脚步却猛地顿住。冉冉没有哭，她正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歪着头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客房门，眼神阴冷，像淬了毒，完全不像一个5岁的孩子。觉察到我的视线，她缓缓转过头，那双原本稚嫩的眼睛里是一片死寂的深渊。妈妈，刚才那盘荔枝砸得真准。她开口了，声音平静的让人毛骨悚然。我浑身一僵。冉冉，你说什么？冉冉慢慢从地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裙摆上的灰，走到茶几旁。上一世他们在避难所吃火锅的时候，我就想这么砸他们了。轰！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。火锅，那是上一世我们母女临死前萧明晨在电话里传来的声音。这件事只有死过一次的冤魂才会知道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声音发颤：冉冉，你也……冉冉抬起头，冲我露出一个残忍又灿烂的笑。妈妈，你也回来了，对吗？我看出来了，以前的妈妈只会让我忍，让我跪下求爸爸，但今天的妈妈……空气凝固了1秒，随后是狂喜，没有抱头痛哭，没有煽情。我几步跨过去，一把按住他瘦弱的肩膀，眼神狠厉，像是在看最好的战友。是，妈妈回来了。我看着面前这个面目全非的女儿，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这一世稳了，我不装了。既然女儿也回来了，那我还怕什么？我一把抱起她，狠狠亲了一口。这一次我们不忍了。有了女儿这张底牌，我心里对他们的伎俩只剩下作呕，但为了冰窖，
还不得不忍耐。地下冰窖的具体位置只有萧明晨一个人知道，他攥着不松口，那我就攥着物资不给，看他到时候能不能饿着肚子上路。回身抱起女儿，细细检查她有没有受伤后，锁上了储物间。可第二天睡醒一看，门锁竟被撬了。客厅里，季林月拿着一罐我的面霜当身体乳用，边上是一整晚不见的萧明晨，正小心翼翼地把一瓶平纯牛奶倒进一个盆里，然后把季林月那尊贵无比的脚放了进去。顿感七窍生烟，偷用我的面霜也就算了，本来这种东西在末世之中就是可有可无的，可那牛奶是我为了九牛二虎之力专门为女儿囤的，是给冉冉补充营养的，他们两个竟然用来泡脚。我气势汹汹地走过去，正欲踢翻那盆泡脚奶，萧明晨却先我一步挡在了我面前，理直气壮地解释道：我就知道你会生气，从认识你那天就这么小家子气。月月怀孕了，用牛奶保养一下有什么问题？冉冉要喝，你今天再去买点就是了。说着，不等我出声，就拿出一张纸递给我。这是月月孕期和产后要用的东西，你今天务必将它买到，不然地下冰窖你和冉冉只能去一个。呵，这是昨天还没看清自己的地位是吧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只能装糊涂了。于是我冷笑一声，转身回房继续睡觉，任凭萧明晨如何在门外狮子吼，我都不理。萧明晨没弄到钱，他盯上了我衣帽间里的藏品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带冉冉下楼，听见衣帽间里传来翻找的声音。萧明晨带着个戴眼镜的胖子，正把我的铂金包一个个扔在地上。这些全败，王老板，你开个现款价。萧明晨一脸急切，汗珠顺着脸往下掉。那个王老板戴上手套，拿起一个喜马拉雅，又捏了捏旁边的鳄鱼皮，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。萧总，你耍我呢？这全是地摊上的 A 货，加起来不值500块。萧明晨愣住了，眼珠子瞪得溜圆。不可能，夷陵原香最爱面子，怎么会买假货？我倚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杯冰咖啡。真货早就在银行保险柜里了，留在家里的是留给贼惦记的。我抿了一口咖啡，看着萧明晨那张由白转青的脸。你要卖，请便。王老板啐了一口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萧明晨气得浑身发抖，抓起一个假包砸向我。我敏捷地躲开，捡起那个包，掏出火机点着了线头，塑料烧焦的刺鼻味弥漫开来。我盯着火苗，悠悠开口：假货烧起来的味道跟你挺配的，廉价又恶心。最后在季林月的嘤嘤哭泣下，萧明晨不得已只能自己出门去抢购。最无耻的是，他竟然还发信息要我给他转10万块钱。你不给月月买也就算了，得把钱给我，不然他们母子俩怎么活得下去？当我老婆就得大方，这你得跟月月学学。要不是为了那个地下冰窖，我真是想立马锤爆他的头。懒得跟这种人多废话，删除拉黑一条龙服务。结果当晚他竟趁我洗澡，把女儿调到了阳台外，拿着剪刀冲我威胁道：现在就给我转20万，不然立马把这绳剪断。看着那细得跟头发丝一样的绳子，竟将我一下子拉回了避难所里，眼睁睁看着女儿被砍去手脚的那刻，悲哀、绝望、痛苦铺天盖地袭来，将我瞬间吞噬，咬破舌头才勉强镇定下来，哆哆嗦嗦拿出手机赚了钱，飞奔过去拽回女儿。女儿已经晕了过去，脸色惨白，浑身还在不停地颤抖。我泪如雨下，可泪眼朦胧中却看到萧明晨却冲着季月林展示手机，然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开了瓶红酒庆祝。我没有立刻回房，而是拎着那壶刚烧开的开水走进了客厅。萧明晨正搂着季林月，两人对着手机里的20万余额笑逐颜开。月月，明天就给你订最好的燕窝，咱儿子得补补。我面无表情，猛地将整壶开水全部浇在了季林月那双刚泡完牛奶的脚上。啊！惨叫声穿透屋顶，萧明晨惊跳起来。林元香，你疯了！我举起空了的水壶，眼神死寂。燕窝没有，熟猪蹄倒是有2只。萧明晨，这20万是买命钱，你再敢动冉冉，我保证下一壶开水灌进的是他的喉咙。季林月疼得在地上打滚，那股牛奶被烫熟的腥膻味弥漫了整个客厅。我看着他们恐惧的眼神，第一次感觉到了重生的快感。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当即雇了2个保镖住进家里。虽然末世招人困难，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所以当半夜季林月偷偷摸摸想去清点储物间的东西时，被保镖当场抓住。萧明晨脸色阴沉，指着2个露着8块腹肌的保镖质问道：林元香，你什么意思？家里什么时候多了2个野男人？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敷衍道：什么野男人？那是我哥哥，你的女性好朋友都能住进家里，我哥哥为什么就不能住？哦，对了，等直升飞机一到，他们会跟我们一起去避难。萧明晨想也不想就拒绝。林元香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哪来的哥哥？你休想糊弄我，不同意！我拿出手机冷笑道：是吗？那只好报警。
请季小姐去警察局交代清楚，到底偷了我多少东西。虽然偷窃未遂，但人赃俱获，末世来临，人心惶惶，政府各部门却仍坚守岗位，极力维稳。所以这么关键的时刻，只要我拨出这个号码，季凌月肯定会被抓走。季凌月吓得连连点头，一起可以的，我们一起避难。原香的哥哥自是明晨的哥哥，咱们就一起走。我抬眸盯着萧明晨，一字一句问道：他说的话有用吗？萧明晨气得就快要冒烟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。这2天你抓紧时间收拾收拾，飞机一到我们就走。第二天，萧明晨和季凌月好像真的接受了要跟2个陌生人一起去避难一样，跟他们说说笑笑，甚至还叮嘱他们要带哪些东西。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。果然，第3天早上，2个保镖就辞职不干了。当天下午，然然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磕得满头是血。我惊慌失措，抱起他就送往医院。等我一出门，2个保镖就回来了。他们帮着萧明晨撬开了储物间的门，然后把一箱箱的物资搬到了别墅西面的空地上。原来直升飞机早上就已经到了。萧明晨篡改了联系方式，收货人变成了他。别问我怎么知道，因为就是我同意修改收货人变成萧明晨。上一世我犯过的蠢，都变成这一世我的利器。当然，然然也没有受伤，他脑袋上的血不过是我提前给他准备的鸡血。看着保镖放好货物离开，我让然然率先爬上了直升飞机，用安全带紧紧给他固定后，我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安慰道：然然别怕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懂事的点点头。然然相信妈妈。我的女儿总是这么懂事。上一世在避难所，最后一群人扑向我们的时候，那么小小一个人也曾毫不怯懦地站在我面前保护我。所以这一次我绝不能让女儿再受上一世的苦，做好一切。我看着萧明晨搂着季凌月春风得意地从小区门口往这边走来，越走越近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清楚。于是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大喇叭，调到最大的音量，对着整个别墅去喊道：政府发放救援物资，大家快出来领啊！很快小区里就有黑压压的一群人奔了出来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萧明晨和季凌月还没发现事情的严重性，面色不愉地对着我破口大骂。只是没过一会，第一个人超过了他们，对着直升机前的纸箱一顿乱翻，紧接着第2个、第3个，2人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了起来，真是有趣极了。我笑眯眯地说道：还不上飞机，不然等会儿我再吆喝一声，这么多人可都要冲上飞机了。萧明晨和季凌月对视了一眼，犹豫不决。我也不等他们，转身自己爬上了直升机。最后在看到真的有陌生人要爬上直升机时，萧明晨动了，猛地奔过来，爬上了驾驶室，然后对着季凌月焦急喊道：月月，快点！季凌月不情不愿地走了过来。这时飞机已经按下了启动键，季凌月一脚踏上时，螺旋桨已经开始转动。季凌月攀上副驾驶时，飞机已经有点脱离了地面。就是这时候，我一抬脚踹在了季凌月那6个月大的肚子上，很重，可以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。啊的一声，季凌月捂着肚子，重心不稳，掉了下去。然后我猛地关上门，拿出折叠水果抵在萧明晨的脖子上。你怎么敢？月月还怀着孕呢！我满脸无所谓。敢欺负我女儿，那你们儿子也别想好过。顿时空气有一瞬间的僵硬。萧明晨艰涩的开口：你都知道了，你都知道了。当然，上一世我到死都不明白，即使萧明晨再爱季凌月，也不该这么对自己唯一的女儿。直到重生那天，我躲在家门口的树后面平复心情，听到了萧明晨和季凌月的谈话。原来什么清清白白只是朋友，其实早就苟且在一起了。我不想跟他废话。现在物资已经被抢，我手上只准备了我们3人半年的食物。要是带上季凌月，那到时候饿死的只会是你自己。说着，我看了一眼下面，嗤笑道：你要是再犹豫下去，保证所有人都会知道冰窖的事情。季凌月口无遮拦，自己吃了亏，一点晦口得人尽皆知。萧明晨虽喜欢他，但人都是自私的，生死大事面前，求求你，他总是先选择保全自己。只见他怔愣了一会，低头看了眼躺在地上痛苦不堪的季凌月，握紧了拳头，又松开，再握紧，又松开，然后平稳地开始操作。飞机快速上升，上升，不断上升，直至地面上的人就跟蚂蚁一样。我压在心上的那口恶气终于出了一半，螺旋桨的轰鸣覆盖了一切，但这只是开始。萧明晨坐在驾驶位，他的背影僵硬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在想季凌月肚子里的那个种，也在想他在别墅地下室里藏的那箱金条。萧明晨，别看了，那些金条，我早就换成了同等重量的铅块。李元香，你这个毒妇！我晃了晃手里的水果刀，刀尖抵住他的后颈。比起你推然然下楼，我这点手段只能算胎教。然然坐在后排，他正摆弄着一个红外望远镜。妈妈，邻居们冲进我们的房子了。我凑过去看，那是上一世
在避难所里，第一个提议要分食然然的那个王大妈，她正带着一群人疯狂地搬动着我留下的那些物资，那是我故意没带走的，掺了工业酒精的假酒，还有过期的变质的肉罐头，让他们抢。极热环境下，肠胃炎是会要命的。我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，然然拉住我的手，她的掌心出奇的冷。妈妈，这一次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我搂着然然，安慰她，也安慰自己。别怕，就剩你爸爸了，等下妈妈一定会成功的。飞行1个小时后，肖明晨的手机开始不停地震动，不用看也知道是纪凌月。起初，肖明晨还是镇定自若的不去接，直到打到第20个，他终于忍不住接了起来。电话里立马传来了楚楚可怜的哭泣声。明晨，我们的孩子可能没了，怎么办？我好怕，好怕，你能不能回来？我一把抢过电话，挂断，提醒道：专心点，在出发前，我找律师签了个捐赠协议，一旦我和然然出了什么事，我身后的财产1分也拿不到。别以为末世来临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末世迟早过去，到时候你下半生的荣华富贵，难道靠纪凌月去买？肖明晨脸涨得通红，可谁让他这么无耻，竟然对自己妻女痛下杀手，谋财害命。只听他重重的喘口气，才愤然开口：然然就在边上，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？得了吧，现在倒是在乎女儿了。可我林元香的女儿从来都不是脆弱的，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，其实然然也不例外。上一世，无论肖明晨多少次抛下她，忘记她的生日，吼她骂她，她都万分依赖肖明晨，一看见他就黏着他。可自从我重生回来到现在，他不仅没了从前的笑容，每每看到肖明晨直接躲到最远，苦涩在我心里无边无尽的蔓延开来。我再次把女儿抱在怀里，额头贴着额头，轻声说道：我们然然是天底下最勇敢的女孩，她不怕。女儿伸出小手紧紧回抱我，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回答：然然不怕。又过了1个小时后，飞机开始降落，接着爬了半个小时的山，才真正到了地下冰窖门口。一扇铁门，外面用一圈茂盛的树木挡住，要不是熟悉人，定是发现不了。趁着肖明晨开锁的时间，赶紧拿出手机发了个定位出去。轰的一声，铁门被打开，一股清凉扑面而来。我把2床被子和一些简单的吃食丢给肖明晨，让他率先进去。你走前面。一些简单的吃食丢给肖明晨，让他率先进去。你走前面。而我抱起然然，手上握着电棍，谨慎地跟在后面。经历2世，我和女儿终于踏进了冰窖，一时有种苦尽甘来的心酸。冰窖里面很大，肖明晨的那些祖宗很有先见之明，竟制作石桌、石床、灶台、卫生间，还有一处天然蓄水池。如果再弄些太阳能发电来，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！正当我和女儿都沉醉在喜悦之中时，林元香，现在你总满意了吧？可怜我的月月，因为你吃够了苦头。不行，我得去把她接回来。我要告诉她，即使没有孩子，我也只爱她。说着，竟真的转身就走。电工一个，都到这里了，我还能让你回去接人？只能电棍伺候。我和女儿合力将肖明晨绑了起来，又砸碎他的手机，这样与世隔绝，以后就可以慢慢折磨。可没想到，我们安心睡了1晚之后，肖明晨竟自动解绑了。等我追出去时，肖明晨已经爬上了飞机，正准备启动。我连忙攀上飞机，举起电棍对着窗户一阵乱砸，玻璃应声而碎。肖明晨慌乱起飞，并做出摇晃的样子，想把我甩下去，可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一手抓着窗框，一手用电棍砸在肖明晨身上。没一会，他又晕了过去，飞机没了掌控，竟急急下坠。我连忙打开门，钻了进去，先稳住方向，再一脚把肖明晨踹了下去。像我们这种稍微有点钱人家的孩子，从小都是学过开飞机的，所以我安全着陆。而肖明晨就比较惨，不仅摔得头破血流，连腿了也断了。我和然然搬不动他，只能让他自生自灭。况且我们本来就不想帮他，直到帮我运送物资的人到来，肖明晨才被抗进了冰窖，不然晚上肯定成了野兽的晚餐。肖明晨看着眼前的男人惊叫出声：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不是已经给你钱让你走了吗？我将怀中的女儿交给周家树，拍了拍肖明晨的脸，笑道：我都跟你说了，他是我哥，你怎么就不信？确实是我哥，但不是我亲哥，而是继兄。我妈妈是有名的女强人，而爸爸却喜欢顾家的哪一类型？热恋的激情消失后，2人在婚姻中矛盾越来越大，最终以爸爸出轨净身出户为结局。而周家树就是爸爸后来娶的那个女人的儿子。刚认识周家树时，我们只是普通同学，他是年级第1，我是年级第2，一个班级里，我们因此暗暗交着劲。可不知怎么的，这种感觉竟渐渐变成了少男少女之间的悸动。直到一次爸爸突然来找我，我们才知道了彼此尴尬的身份。那时候我也有过犹豫，毕竟妈妈因为这件事恨足了爸爸以及那个女人。可年轻时的感情总是一往无前，他不放手，我也不会放手。于是我们背着2家的大人偷偷交往了7年。第8年的时候，还是被妈妈发现了。她不仅大发雷霆，更重要的是妈妈那时候她仅剩的愿望就是看着我结婚，但那人绝不可能是周家树。我别无他法，
含泪分手，按照妈妈给我选的对象嫁给了萧明成。至此，我以为我和他就此走到了尽头，却不想上一世最后竟是他在高温中奔波寻找我和女儿，直到我们死后痛哭流涕，一根根收集仅剩的我们参骨下葬，然后一场火点燃了整个避难所，给我们报仇。所以重生后，我第一时间向他求救，毕竟这世上愿意用生命来帮我的人也只有他了。周家树帮我整理物资，他干活很利索，沉默寡言，但我知道他心里藏着火。那天深夜，然然睡了，我看着他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地擦拭着一把尼龙折叠弩。家树，上一世，你最后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然然睡了，我看着他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地擦拭着一把尼龙折叠弩。家树，上一世，你最后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他的动作顿住了，手背上青筋暴起。我在避难所门口看到了萧明晨和纪灵月在分发红酒，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压抑不住的戾气。我抓住了萧明晨，人呢？把他按在火堆旁问。抓！他说你和然然太累了，已经睡了。我找遍了整个避难所，最后在后厨的垃圾桶里找到了然然的一只鞋。他转过头，眼眶通红。原香，这一世我不只要他死，我要他亲眼看着自己珍视的一切一点点烂掉。我走过去，抱住他宽厚的背。冰窖里很冷，但我的心却是烫的。好，我们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跟上一世一样，第二天高温席卷全球，气温从早上开始飙升，45度、50度、60度。冰窖外面的花草、树木没几天就被晒死了一大片。而我这边，周家树拿出太阳能发电给我们接上了电，于是晚上有了灯，洗澡有了热水，就连休息了几天的手机都充上了电。借着断断续续的信号，我登上网络。天啊，网上一片哀嚎声，老人小孩很多都热死在逃亡避难所的路上，尸体还没来得及安葬就开始发臭腐烂，而避难所里也人满为患。虽然官方一再声明已经备足了足够1年的物资，但我知道温度还会飙升，因为储藏没有经验，有一部分食物直接发霉甚至自燃。1个月后，避难所的食物消耗殆尽；1个半个月后，众人已经开始烹食宠物；2个月后，连老鼠都抓不到一只，开始人吃人。上一世的那种被活活分食的恐惧再次袭来。当晚我就搞了个火锅压压惊，麻辣麻辣的酱料，吹着电风扇，喝着可乐，咽下一口鲜嫩的牛肉。上一世的遗憾终究在这一世都一一实现。我和然然吃得满脸通红，周家树忙着给他擦嘴。我拿起西瓜狠狠咬了几口，然后把西瓜皮扔在了萧明晨的脸上，嘲讽道：“细狗，吃吧。”顿时然然和周家树咧着嘴笑个不停，我也跟着傻呵呵的笑了。只有萧明晨脸色铁青。林元宵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我始终是你老公，你带着你这个奸夫光明正大的如此折磨我，早晚不得好死。昨天然然睡后，周家树偷偷亲了我，被萧明晨看到了。当时他不知有多震惊，嘴巴张成 O 型，眼睛瞪得老大老大，就好像他连头发都被我绿了一样。这种人就是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他跟纪灵月肚子都大了，我就不能跟别人亲一亲了？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不用怀疑，你肯定死在我前面。如果不服气，我明天一早就把你丢到外面，看看一天下来到底是你死还是我死。萧明晨一噎，缩着脑袋不敢出声了。周家树曾问我为什么不把他赶出去，当然是为了慢慢折磨他，再把他喂得肥肥的，到一定时候就可以送往避难所，成为待宰的羔羊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再次拿起一根骨头塞到萧明晨的嘴里，吃吧，别瞎叫了，晚上看好门。萧明晨手脚都被绑住，动不了，只能慢慢蠕动着舌头舔舐骨头，泪眼汪汪，羞愤至极。风光无限的萧家少爷何时有过这样悲惨的时候？真是太让人兴奋了。冰窖里的半夜，萧明晨试图用牙齿啃咬绳索，满嘴是血，像条疯狗。周家树不知何时坐在了他面前，手里把玩着一把军用匕首，刀尖抵在萧明晨的眉心。萧少爷，听说你以前最喜欢玩赛车。周家树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金属的冷意。你准备在公路上丢下元香和冉冉，自己开车带着纪灵月跑的时候，想到过今天吗？萧明晨瞪大眼，喉咙里发出赫赫的响声。你怎么知道？周家树没回答，而是将匕首一点点扎进萧明晨的指甲缝。进入冰窖的第2周，室外温度已经飙升到60度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，朋友圈里原本炫富的、秀恩爱的，全部变成了绝望的求救。萧明晨被锁在最里间的石屋里，每天只能分到1碗馊掉的稀饭。他从起初的咒骂变成了现在的哀求。元香，给我口冰水吧，我真的熬不住了。我端着一杯加了满冰的柠檬水，站在铁门外，隔着小窗看他。他整个人瘦得脱了形，眼窝深陷。周家树走过来，从背后搂住我的腰。别理他，他在演戏。刚才我看监控，他想用石片磨断绳子。我笑了。萧明晨这种人就像阴沟里的老鼠，只要有一丝光，他就想爬上来咬死你。我当着他的面
把那杯冰水倒进了脚下的排水沟。我当着他的面把那杯冰水倒进了脚下的排水沟。萧明晨，上一世冉冉发烧，你把冰块全部拿去给纪灵月镇果汁。冉冉求你，你说小孩子火气旺，烧一烧没关系。现在我也觉得你火气旺，你自己降降温。萧明晨扑到门口，手指抓着铁栅栏，鲜血淋漓，发出了困兽般的嘶吼。冉冉站在走廊尽头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皮球，机械地拍打着地面，咚咚咚，每一声都像是敲在萧明晨的丧钟上。可能真的会乐极生悲，连着舒舒服服过了1个月后，竟然被人打上了门。是纪灵月，他带着几个鬼火少年围住了冰窖的大门。他看到冰窖入口，红了眼眶。明晨，你受苦了，我这就让他们撬开大门，我们回家。原来我们到这里这日，我发了定位给周家树时，萧明晨也偷偷发了定位给纪灵月，只不过这速度有点慢啊。我对着纪灵月和他身后的鬼火男一阵打量，终于发现了不对劲。你男朋友长得不错啊，身材那么好，活肯定不错。我这车开得有点突然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绿毛鬼火男就咧嘴得意道：那还用说，这一路他就是给老子说服的。顿时所有人脸上都是五颜六色，萧明晨更是直接破口大骂。我从兜里掏出一张褶皱的纸，那是我偷偷拿纪灵月的产检单去做的私下比对。我抖开那张纸贴在冰窖的铁门玻璃上。萧明晨，看看这张血型比对单，你是 O 型，纪灵月也是 O 型，可他肚子里那个刚查出来的胚胎血型却是纯正的 B 型。我指了指门外那个正趴在地上喘气的绿毛鬼火男，巧了，绿毛刚好也是 B 型血。巧了，绿毛刚好也是 B 型血。萧明晨的脸由青转白，由白转紫。他原本以为那是他唯一的后，是他在末世唯一的希望。监控里，纪灵月正卑微地舔着绿毛男鞋上的水迹。萧明晨疯狂地撞击着铁门，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不肯停下。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他撕心裂肺的吼声成了冰窖里最动听的背景音乐。纪灵月哆嗦着嘴唇解释：明晨，不是的，你听我说，我实在没办法，人太多，天气太热，我只能暂时找个人依靠一下。他说的那么可怜委屈，但从前对他千依百顺的萧明晨此刻却依旧火冒三丈。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滚！瞧，这才是真正的绿帽。不过出轨者注定被出轨，也没什么大问题。鬼火男听不下去了，把纪灵月拉到了后面，对着萧明晨骂道：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让老子滚？要不是看在你有点钱的份上，老子才不会让林月陪你这么长时间。快点开门，老子热死了，要进去吃口冰的。我的脑子里抓住了什么不一样的信息，笑着夸赞道：你说的不错，他除了有一点臭钱一无是处，不像你那么厉害。林月怀的就是你的孩子吧？鬼火男得意的一甩头发：那还用说？得了，真是妥妥的大王八。我侧脸对着萧明晨嗤笑几声，然后鄙夷道：你真是绿王八。说完拉着周家树和冉冉回了冰窖。周家树一脸不解：你怎么看出他们两个有问题？因为这段时间没事我就看小说，发现这种恋爱中的鬼火男女最爱把爱人的名字纹在自己的身上。结果刚刚我就在鬼火男的手臂上看到了一个月字。当然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走到什么程度了，只不过随便开口一试，没想到竟然那么容易就被我试出来了。于是我们在里面刷小说玩游戏，他们在高温下破口大骂。半天后，那群鬼火男和纪灵月都中暑了，趴在一棵仅剩的树下，上吐下泻，浑身无力，可温度没有丝毫下降的意思。他们甚至还自负的没有带水和任何避暑药，到晚上就开始奄奄一息。最恐怖的是，山上饥饿了许久的野兽要出来了。当然这种地方没有老虎、狮子、熊什么的，但有野猪，还有蛇。果然晚上就传来各种撕心裂肺的叫声，但我和周家树都没有理会，就连萧明晨都冷漠的视若无睹。明明前不久还是他的白月光，为了他不惜处心积虑害死我和女儿，现在狠心起来，简直比这65度的高温还要绝情。不过不用急，解决完纪灵月，也就快轮到他自己了。于是又过了1个月，趁着天黑，我们再次启动了直升机，把萧明晨扔进了最远的避难所。这直升机幸亏我之前有先见之明，买了耐高温的版本，今日才能正常使用。直升机飞离避难所，萧明晨被扔在了泥地里，他的腿断了，只能避难所的大门缓缓。里面走出一群衣衫褴褛的人，领头的竟然是那个上一世被萧明晨为了省粮食而赶出去的老管家。所的大门缓缓。里面走出一群衣衫褴褛的人，领头的竟然是那个上一世被萧明晨为了省粮食而赶出去的老管家。老管家手里拿着锈迹斑斑的铁钩，看着地上的萧明晨，笑得露出了没牙的牙床。少爷，好久不见，咱们正缺新鲜肉呢。萧明晨疯狂地往后缩，但他爬不动，他看向天空。直升机的尾灯像一颗嘲讽的心，彻底消失在云端。我们在上空盘旋了半天，就听到了萧明晨恐怖的叫声：别抓我，疼，别咬，那是我的腿。林元想求你，
救救我，我还是爱你的。呵，就你做梦，心中的这口恶气终于完完全全的吐了出来。我摸了摸睡得正熟的女儿，对着驾驶室的周家树笑道：走吧，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。回程的飞机上，我突然发现周家树鬓角的发间竟然夹杂着几丝白发。家树，前世你最后是怎么走的？回程的飞机上，我突然发现周家树鬓角的发间竟然夹杂着几丝白发。家树，前世你最后是怎么走的？周家树握着操纵杆的手微微一紧，良久，他才低声开口：在那场报仇的火之后，我守着你和然然的墓碑做了3天3夜。等我闭眼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你。你说如果重来一次，一定要找个会开飞机的人来接你。我泪如雨下。原来前世他为我做的不只是收骨，他甚至在灵魂消散前都在听我的遗言。他侧过头，温柔地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穿透了两世的血雨腥风。原香，这辈子我再也不会放开操纵杆，更不会放开你的手。然然在后座抓着他的衣角，这一次阳光不再灼人，那是新生的温度。半年后，高温退却，末日结束，世界又开始恢复正常。我们走出冰窖，花草树木也探出了头。别墅区的积雪还没化干净，但那股腐烂的死气已经散了。周家树推开沉重的别墅大门，积灰在阳光里飞舞。他牵着我的手，另一只手抱着已经长高了1截的然然。原香，想重新装修吗？我摇摇头，看着客厅那个曾经被萧明晨弄脏的角落。不卖了它，去城南，那里有河有树，没有过去。周家树笑了，他的眼里满是失而复得的克制。他把然然放下，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丝绒盒子，没有单膝下跪，没有浮夸的誓言，他只是把那枚沾着他体温的戒指扣在了我的指缝间。8年了，林元香，这一次谁也别想让我们分开。我看着指尖的微光，眼眶热得厉害。上一世他在冰天雪地里为我连骨，这一世他在万物复苏时许我余生。然然在院子里跑着，他捡起一根枯枝，在雪地上画了一朵大大的太阳花。妈妈，快来看，花开了！我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，那种肺部被灼伤的幻觉终于彻底消失了。然然继续上学，我和周家树则各自忙自己的工作。闲暇之余吗？顺便登记结个婚，这种水到渠成的婚姻让我很满意。又过了半年，我怀孕了。后来的后来，我带着2个宝和周家树白头到老，日子过得开心到好像每天都在过情人节。而那些荒谬的上一世，再也没有在我的梦里出现。